未婚夫被抄家那日，我爹火急火燎要退婚，我还在犹豫，眼前却突然飘过一行行文字：退完婚，名声也臭了，只能嫁给变态老侯爷当填房，简直不要太活该！哈哈哈，女配想不到吧？抄家什么的，只是男主在演戏啦。他是借着被贬的机会去边关查案子，不到半年就回来了，还连升3级哦。哼，女配这势利眼，还想贴上去纠缠男主，求男主救她出苦海，还做妾也愿意。我呸！想得美！还好我们男主是纯爱战神，只爱对他不离不弃的亲亲女主。至于恶毒女配嘛，被变态老侯爷抓回去折磨，没3天就跳井喽。我心中激起惊涛骇浪。既然如此，婚我要退，好名声好夫婿我更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若无异议的话，我即刻去楚家退婚，拿回婚书和信物。这事儿撇得越快越好。父亲说着便要起身去换车马，我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父亲，不可啊！谁都没想到我会来这一出，连父亲都愣住了。但我不得不拦住他。联想方才在我眼前划过的黑字，字字印在我心上，痛得我几乎无法呼吸。3个月前，北方狼族入侵边关，老镇国将军防守失利，虽然勉强打退了狼族，老将军自己也战死沙场，但边关4镇惨遭狼族洗劫，朝廷损失惨重。皇帝因而震怒，判了楚家抄家流放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这次楚林渊被抄家，背后竟然还有这一层真相。双拳无意识攥紧，心中的惊涛骇浪过去后，升起的是浓浓的愤怒。我看着面前急不可耐，生怕被楚家牵连的父亲，差点咬碎了后槽牙。楚林渊定是与我一样，深知我爹唯利是图的性子。我祖父在世时也曾官居一品，不然也能和老镇国将军定下孙辈的婚约。只可惜祖父去世后，我爹并没有什么做官的天赋，汲汲营营多年，还是托了这婚约的福，得了镇国将军府的帮扶，才坐上4品官的位置。这样的家世，在满是王公贵族的京城，实在算不得什么。可如今大厦将倾，以我爹的性子，定然是第一个要和镇国将军府撇清关系的。若由父亲主动退婚，楚家雪上加霜，但沈家和我立刻就会被打上嫌贫爱富、无情无义的烙印。待楚林渊他日归来，功成名就，我定会遭人唾弃，越发难堪。这亏本买卖，我绝不能做。父亲，万万不可！我抬起脸时，眼中已经蓄满了泪水，声音却异常坚定。父亲常教导女儿，君子重信诺。楚家与我们沈家结交多年，楚公子更是与女儿自幼定下婚约。如今楚家蒙难，我们若立即退婚，与那些落井下石的小人又有何区别？往后京城众人将如何看待我们沈家？如何看待女儿？还有哪家敢与我们这等背信弃义之家深交？我这一跪一哭一顿说，成功拖住了我爹的脚步。他的眉头深深皱成川字，沉声道：可那是抄家流放的大罪，难道要我们沈家陪着他们楚家一起死吗？我抓住父亲的衣袖，语气急促却口齿清晰，女儿并非此意，退婚是必然，但绝非此刻。我一字一句将其中的利害分析清楚，并着重指出一点：我们至少可以保下一人，那便是楚林渊。父亲，您拿上先帝赐予的9龙玉佩进宫，不求陛下赦免楚家，只求留给楚家血脉留一条生路，将楚林渊贬为庶民，留在京城，不必流放边关。我顿了顿，压低了声音道：如此一来，全京城都会知道，我们沈家仁至义尽，不但没有抛弃楚家，甚至雪中送炭，这份恩义千金难换。父亲的眼睛猛地一亮，他瞬间明白了我的意图。9龙玉佩乃先帝御赐之物，价值连城，但若能换来沈家和他官场的仁义美名，还有我更好的婚嫁前景，顺便能堵住那些可能说闲话的人的嘴，简直不要太划算。他连连拍大腿，夸我深谋远虑。即刻更衣，带上玉佩，便进宫面圣求情去了。我望着父亲匆匆离去的背影，这才缓缓从地上站起来，用帕子轻轻拭去眼角那点挤出来的泪水，脸上无半分悲戚。楚林渊，
你想演一出秘境翻身的戏码，还把我当垫脚石？做梦！楚家抄家流放本就是一场戏。那些黑字告诉我，这次狼族入侵其实是与北疆藩王燕王相互勾结。燕王是皇帝的异母弟弟，就藩多年却依旧狼子野心，试图勾结外族夺取皇位。皇帝安插在燕王身边的探子死在了这场战争里，急需重新派遣心腹联络上下，调查证据。而楚林渊则是为了报复仇，主动请缨定下了抄家流放的苦肉计。皇帝自然不会赦免楚林渊，但他把我爹夸上了天，什么仁德忠义之典范，让我爹在朝堂上出尽了风头。沈家的名声不但没臭，反而更响了。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这女胚到底想干嘛啊？乖乖退婚不就好了，非要搞什么仁义恩德，把男主的计划全都打乱了。女主已经在边关等男主了，按照原本的计划，男主很快就会和女主成亲，然后借着女主的身份，还有在京城遭受的屈辱，一举打入燕王内部。女配线再不退婚，男女主还怎么名正言顺在一起啊？完犊子了，这回男主的主动退婚了，不然他的精心谋划就全毁了。心机女，哦，怎么不去死？黑字口中的女主正是那死去探子的独女。那探子深得燕王信任，如今身死，燕王为了名声，已经收了他女儿做义女，正是楚林渊接近燕王的绝佳机会。楚林渊一开始是想由我爹来提出退婚的，这样一来，苦肉计就能再斟上3分。可我自然不愿用自己的名声给他做嫁衣，要退婚就自己来。我悠然自得地无视了那些污言秽语。2天后，楚林渊果然来了。我换上一早就准备好的月白裙装，未施粉黛，眼圈微微揉红，摆出一副强忍悲戚却努力维持体面的模样。站在前厅的楚林渊一身素衣，刻意显出几分憔悴，手中拿着的便是婚书和定亲信物。沈小姐，楚林渊的声音放得低沉，楚家蒙难，林渊已是戴罪之身，前途尽毁，此去边关，不知何日才能起复。沈家高义，林渊感激不尽，但正因如此，林渊更不能拖累小姐。今日前来，便是想请小姐解除婚约。他说的缓慢而艰难，目光却紧紧盯着我，想从我脸上找出破绽。呵，我猛地抬头，眼中水光粼粼，嘴唇微颤，像是听到了什么晴天霹雳，身体微晃，差点就地倒下，还好被身边的丫鬟扶住。楚公子，你何必呢？我沈清怀岂是那等贪慕富贵之人？家父已经尽力为你周旋，纵然前路艰难，我亦可随你。楚林渊像是听不下去那般，火速打断了我。小姐心意，林渊心领，可林渊不能误小姐终身。退婚一事，我心意已决，还请小姐成全。他向我跪下，奉上婚书和信物，好像怕晚1秒我就咬死不肯退婚，这可会误了他的大计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就不推脱了。2行清泪恰到好处的滑落，嘴上却命管家去把婚书和信物取来。交换东西时，我的手指控制不住地颤抖，将一个被命运无情拆散，却不得不强忍悲痛接受现实的苦命痴情女子，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楚林渊拿着退婚书，心情复杂地看了我最后一眼，拱手道：“小姐保重，林渊拜别。”我送至府门，倚门相望，泪眼朦胧，直到他的身影彻底消失在长街尽头，还能听到周围隐隐传来的唏嘘声。一转身，脸上的悲戚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黑子们骂疯了，感情这女配是在演戏。演戏啊，林渊哥哥啊，我们被女配做局了，被做局了，快回来！没事，信我宝宝们，女配下一步肯定就是被他爹送出去联姻，说不定还是嫁给变态老侯爷当小妾呢。我勾勾唇角，可惜他们这点如意算盘也要落空了。因为这一场戏，这一次我没有背上落井下石的恶名，甚至坊间还有人夸我有情有义，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女子。如此一来，有意求娶我的高门反而多了起来。只可惜我爹官位太低，依旧攀不上什么好人家。只是他已经有些按捺不住了。饭桌上，
他慢条斯理地放下筷子，冷声道：“楚家的事了，清怀，你年纪也不小了。为父为你相看了王尚书家的公子，若你觉得合适，不如3日后见个面。”这根本不是商量，而是通知。王尚书家的公子，那个14岁便纳了通房，从此之后在房事上以折磨女人为乐的小变态。我是疯了才会去与这种人相看，但子女婚姻之事，大多是父母做主。我爹的性子说一不二，公然反对，会招来他的不快。我也放下筷子，眼眶说红就红，声音里带着恰到好处的疲惫。父亲，您别说了。女儿刚经历此事，心中实在难以平静。此刻提及婚嫁，无异于在女儿伤口上撒盐，女儿实在提不起半分心思。我爹一皱眉，语气严厉：“可你这大好年华，总不能为了楚林渊那小子一直蹉跎下去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泪光在眼眶里打转，却倔强的不让它落下。值得与不值得，都已经刻在女儿心里了。父亲，女儿想好了，不如让女儿去城郊的清心观带发修行一段时日，静静心，也为她祈福一番，求个心安。什么？去道观？我爹惊的声音都拔高了，那种清苦的地方，你怎么受得了？半空中那些黑字简直要疯了。不会吧？女配难道说要为男主守身如玉不成？崩人设了，恶毒女配要变成白莲花女配了。之后是不是还要赶去边关找男女主的麻烦？这可不行，恨不得摁着女配的头，让她赶紧答应婚事，别去烦男主了，好不好？清苦才好。父亲，我们与楚家刚刚退婚，若我现在迫不及待出嫁，岂不是害得你自毁名声？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。我爹自然想起了自己刚得了皇帝重情重义的夸奖，若此刻逼我成亲，确实打脸，不仅容易惹人非议，还有欺君之嫌。再三权衡下，还是应了我的要求。多谢父亲成全。我低下头，掩去眼底一闪而过的金光。计划通，我自然不可能为楚林渊祈福，此番去清心观，自然是为了谋划我的良缘。因战致残，常年在别院休养的靖王萧其年。很快，沈家小姐因情伤深重，心灰意冷，执意前往城郊道观代发修行的消息，就不经意地传遍了京城。我离府那日，依旧是素衣木钗，脸色苍白，眼含忧愁。围观的百姓无不唏嘘感叹：多好的姑娘啊，真是重情重义。哎，遇上这等事，也是造化弄人。那楚家公子真是没福气。马车驶出城门，身后的议论声渐渐远去。我靠在车壁上，脸上那点悲戚早已消失不见。道观环境清幽，表面上着实清苦，但我早有准备。明面上，我住的客房朴素无华，吃着观里的斋饭，每日按时做课业，抄经书，一副潜心修行的模样。实则带来的心腹丫鬟早已用银钱打点好了观主和管事道姑。我的被褥是从家中带来的，极好的丝棉，吃食里总会悄悄多加上1-2道菜，绝不会让自己真受了委屈。更重要的是，带在身边的2个丫鬟都是机灵可靠的，每次下山采购或者遇到香客，总是借机散布消息。我家小姐今日又抄经到深夜，说是要为楚公子祈福，求路上平安。小姐一直胃口不好，看着又清简了，真是让人心疼。唉，小姐总是望着边关的方向出神，劝也劝不住。一来二去，我忠贞不渝，情深意重的美名愈发响亮，连茶馆说书人都开始编排这段感人肺腑却被迫分离的苦恋故事，引得无数闺房女子为之掬上一把同情泪。但戏演到这里就差不多了，再多，京城的人就该烦了。于是我嘱咐丫鬟们，以后见了人便莫要主动提及此事，让我渐渐淡出京城人的视线，也是一件好事。而现在我有更重要的事情。我推开客房的窗户，向山脚下望去，便是萧其年常住的别院，只是现在还空无一人。说实话，这个消息还是那些黑字告诉我的。萧其年是皇帝爱子，早年战功赫赫，差点就被封了太子，只是在一次战场上中了敌人一支毒箭，从此不良于行，隐退朝堂。但是根据那些黑字所说，萧其年才是最后的赢家。半年后，
天下闻名的神医就会来清心观挂单。他治好了萧齐年，我的目标是神医，更是萧齐年。谁都不会想到我会提前半年来清心观，就连那些黑字也一样。此刻，他们正沉浸在楚林渊和女主惊险刺激又浪漫的间谍故事里不能自拔，早就懒得关注我了。如此正好。半年后，道观忽然一改往日的清静，变得人声鼎沸起来，香客络绎不绝，车马几乎堵塞了山道。只因那天下闻名的神医玄清道长落脚在了我们小小的道观，要在此挂单医诊1月。玄清道长医术通神，传说能活死人肉白骨，就连皇帝都要敬他3分，却因其性喜云游，踪迹飘忽，常人难觅其踪。如今他来此地，无疑是给京城投下了一颗惊雷。我并没有像其他好奇的女官或者香客那样挤上去围观，每日一诊，我都安静侍立在不远处，或者帮道观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杂物。看似与道长医诊无关，实则每次所在的位置都能观察到他问诊、施针、开方的每一个细节。玄清道长虽年逾古稀，却精神抖擞，目光如炬，对待病患无论贫富贵贱，都一视同仁，眉宇间自有一股超然物外的慈悲与威严。连续观察了足足5日，我找准一个他午后休憩身旁无人的空档，端着一盏我根据药理书调配有清新明目之效的药茶，缓步上前。道长连日操劳，辛苦了。此茶乃小道根据古方调制，或可缓解疲乏，还请道长一试。我弯腰行礼，递上茶盏，语气恭敬，声音平稳。玄清道长没有立刻接茶，而是淡淡道：数日来，你皆在一旁静观，倒不像什么寻常看热闹的香客。寻常贵女可不会屈尊去碰难闻的药材和难懂的古籍。我坦然迎上他的目光，认真道：小道对药理颇有兴趣，奈何无人指点，只知皮毛。如今得见道长风采，心生向往，绝无打扰之意。他这才接过茶盏，嗅了嗅茶香，轻抿一口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讶异。紫苏、决明子，还加了少许干松，配的倒是巧妙，火候也足，亲手调的，让道长见笑了。我俯身应了他的话，明日一诊，便跟在我身后，替我维持秩序，递送银针吧。这是愿意让我跟着学习的意思了。我强压下心头的狂喜，愈发恭敬。3日后，道观外来了一行车马，虽不张扬，但那玄色徽记和护卫身上肃杀凛冽的气息，却让喧闹的道观瞬间安静了几分。我的心猛然一跳，那是靖王府的标记。人群自动分开一条道，只见2人抬着一架监舆稳步而来，其上坐着一人，身着墨色长服，身形挺拔，却难掩眉宇间的倦色与一丝隐忍的痛苦。他面容俊美，却冷硬如冰，薄唇紧抿，一双深邃的眼眸扫过当场众人，带着一种久居上位的威压和锐利。这正是靖王萧齐年。他显然是为了玄清道长而来，并未过多留意旁人。我站在玄清道长身后半步的位置，垂着眼，却依旧能感受到那道极具压迫感的视线似乎在我身上停留了一瞬。我屏住呼吸，维持着镇定，手心却微微沁出薄汗。玄清道长与靖王简短交谈几句，便欲请其入内室详诊。萧齐年点头，径直无视了我，准备入内。反而是玄清道长忽地回头，还不快跟上。在萧齐年的冰冷目光中，我垂手快步跟上，帮玄清道长准备用具。玄清道长这般重视我，自然是因为我这几日里的优良表现。我记性极佳，对药材药性过耳不忘，手脚麻利，递针取药从无错漏，更懂察言观色，往往在道长开口之前就已经默默备好。有时遇到疑难杂症，玄清道长会拷问我一句，我也能根据平日所学和观察所得，谨慎说出自己的见解。玄清道长看我的眼神，从最初的平淡到略带欣赏，如今已会主动指点我一二。而我学医，协助神医医诊的消息也在京城悄然传开，我的名声更是锦上添花，从重情义变成了有慧根、心慈人善的典范。但所有付出的努力，都是为了今天。内室中，玄清道长仔细为萧齐年检查那双据说是在战场上受损，阴雨天便疼痛钻心的腿。王爷此疾，
乃沉疴旧伤，毒素入骨，经脉淤堵，可能治。萧其年直接打断了玄清道长的话，询问结果。玄清道长沉吟了一会，谨慎给出答案：根治不易，需以金针渡穴，佐以烈性药浴，逼出毒素，再辅以长期汤药调理，或可恢复如常人。只是我的视线不经意掠过萧其年那双苍白失血的腿上，心下一沉。只是绝不可能恢复如初，甚至依旧不能骑马，连就站立太久也不行。萧其年似乎并不在乎，微微颔首，有劳道长。玄清道长开始准备施针，我递送用火消过毒的金针，手指稳如磐石，眼神专注，没有分给萧其年一分一毫。就在玄清道长施完最后一针，轻轻捻动时，萧其年忽然闷哼一声，额角渗出细密的冷汗，显然极痛。几乎是下意识的，我脱口而出：道长，可否加刺风市穴半寸？针灸甲已经有云，此穴主痹痛，筋挛息痛，或可助阳气通达，缓解王爷此刻剧痛。话音落下，室内空气骤然一凝。玄清道长捻针的手一顿，猛地抬头看我，眼中满是诧异。而萧其年那双一直半合着的眼眸倏然睁开，锐利如鹰隼的目光第一次真正落在我的脸上。风市穴确有此效，老夫方才专注于疏通主经，倒是忽略了此节。丫头，你且说说为何是半寸？玄清道长的目光从惊诧变为探究，那眼神复杂，掺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赏。萧其年的眼睛依旧盯着我，仿佛要将我从里到外看个透彻。他并未因我的突然插话而动怒，反而面上有些许兴味。我的手心沁出了汗，现在走的每一步都宛如在独木桥上跳舞。面前稳住心神，缓缓将书中所见所得全盘托出。伴随着我的解释，玄清道长眼中赞赏之色更浓。他不再多言，取过一枚金针，精准地在我所说的风市穴上刺入半寸，轻轻捻转。萧其年面上的隐忍之色果然消退不少，紧蹙的眉头缓缓舒展开来。他长长吁出一口气，一直紧绷的身体明显放松下来，周身冰冷的威压感在无形中消散了不少。确有奇效。萧其年淡淡开口，声音依旧低沉，却少了些许冷硬。你是何人？我恭敬回答，回王爷的话，小道士暂居于此清修的信女，蒙玄清道长厚爱，近日随侍左右，学习些药理皮毛。信女？他重复了一遍，语气莫测。哪家的信女竟通晓针灸甲乙经，还能在玄清道长面前直言不讳？他在怀疑我。玄清道长此时哈哈一笑，帮忙圆场。王爷有所不知，这丫头于医道一途颇有天分，心思也细，若非她已，倒是快学医的好材料。他话说一半，似想到什么，打了个哈哈遮掩过去。然而萧其年早已听出了弦外之音，或许他早已认出了我。京城沈家小姐那点事闹得沸沸扬扬，纵使他深居简出，也迟早会传进他的耳朵里。玄清道长适时地开始起针，打断了这场暗流涌动的对话。萧其年也没有明确点出我的身份，闭上了眼。但我知道，有些种子已经种下了。起针完毕，玄清道长又开了药浴和汤药的方子，仔细叮嘱了注意事项。萧其年静静听着，目光却又转向我，语气平淡无波。既然如此，日后本王来此疗疾，便由你从旁协助吧。我心中猛地一跳，面上却不敢显露分毫，恭敬道：能协助道长为王爷略尽绵力，是小道的福分，只怕小道才疏学浅，有所疏漏。无妨。萧其年语气不容置疑，本王信得过玄清道长，也信得过你。最后4个字，他说的略慢还轻，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分量。直到那破人的气息远去，我才暗自松了口气。我赌赢了，往后我便有了名正言顺接触萧其年的理由。萧其年日日往返别院与道观治疗腿疾，我只在玄清道长身边辅助，替他递针拿药，不敢有半分逾越。但道长终究只有2只手，不少方面需要我帮忙。萧其年药浴时，时常因为过高的水温和性烈的草药而痛出一身冷汗。我见他实在难受，大着胆子拿着锦帕上前擦汗。萧其年那双鹰眼直直盯着我，却没有半分拒绝。
道长施针时，我需要根据他标注的穴位，准确无误地递上金针。有时萧其年因为疼痛肌肉紧绷，我需要用极轻的力道按在他的穴位旁，以便道长下针。抬眼却发现萧其年早已因为疼痛生生咬破了塞在口中的毛巾。我于心不忍，暗地里为他配置了止疼的膏药，供他使用。也曾有人怀疑我别有用心，可我却只是冷淡直言，医者救人不分男女。更何况我从未有半分逾矩。时间一久，流言便散了，就连靖王的侍卫都对我恭敬了3分。有一日，京城突发暴雨，我正准备歇下，就听见有人狂敲道观大门。是靖王别院的侍卫，言道王爷旧疾突发，疼痛难忍，情况危急。可玄清道长刚被急症病人请走，如今道观上下最熟悉萧其年病情的只有我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即刻拎起药箱。我等待许久的机会或许来了。别院内室内，萧其年躺在床上，脸色苍白如纸。都退下。我声音不大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镇定。萧其年艰难地睁开眼，看到是我，犹豫片刻，最终还是点了下头。我快步走到床边，放下药箱，声音冷静得不像自己：王爷，多有得罪。我掀开棉被，露出被盖住的灰暗双腿，肌肉呈现不正常的扭曲和隆起，因为疼痛而微微痉挛。我先取出金针，以极快的手法刺入他的腿部和手臂几处穴位，缓解他最剧烈的疼痛。紧接着，我打开带来的药膏盒子，里面是我用秘方制作而成的镇痛膏。我玩起仔细，将药膏挖出，置于掌心搓热，然后毫不犹豫地附上他肌肉僵硬、冰冷刺骨的小腿。萧其年闷哼一声，显然是我的力道和药膏的刺激性超出了预期。我手下未停，用尽了技巧和力气，顺着经络用力推拿揉搓，汗水从我的额角滑落，混合着空气中浓烈的药味。手下苍白的肌肤逐渐有了血色，肌肉也不再僵硬。萧其年的呼吸变得平稳悠长，脸上的痛苦之色渐渐褪去。我这才停下几乎麻木的双手，轻轻为他盖好棉被，后退2步。王爷，你好生休息，今日不过是紧急处理，明日还需请玄清道长来为您复诊。我蹲下身，在他身侧收拾好药箱，准备离开别院。等等，手腕忽地被拽住，微凉的指尖抵着我稍快的脉搏。我停下脚步，转身垂手，等着萧其年的吩咐。他没有立刻说话，室内只有窗外淅沥的雨声。良久，他才缓缓开口：你今日多谢。他顿了顿，似乎在斟酌用词。你的医术不像略懂皮毛。王爷过奖，紧急情况，不得已而为之，幸未出错。他又沉默了。我微微抬头看去，却没想到人们交口称赞的战神靖王，此刻脸上的绯红尚未消散。沈清怀。萧其年第一次连名带姓地唤我，声音低沉而清晰，我却听出了满满的犹豫和挣扎。这道观清苦，并非你久居之地，待医治结束后，你可愿随本王回府？我自然不会冲昏头脑，满口答应。只是进晋王府罢了，萧其年甚至没有允诺我以什么身份进府。一是，还是晋王妃？一切都有变数，急不得。我还是安心留在我的道观，跟在玄清道长身后医治病人。面对萧其年，也依旧是平常之心。自那一夜之后，萧其年也未再提及邀我入晋王府一事，仿佛他就没开过这个口。道观的日子忙碌又平静，在玄清道长的指点下，我的医术突飞猛进。就在我几乎要将那已经退了婚的未婚夫楚林渊抛诸脑后时，一封来自我爹的家书如同投石入水，打破了表面的平静。信上字迹潦草，透着十足的兴奋和急不可耐。大致意思是，楚林渊从边关平安归来了，还押送着意图与草原势力勾结谋反的燕王。皇帝本就深恨这个狼子野心的弟弟，直接将人贬为庶人，不日处死。立下大功的楚林渊直接连升3级，如今已经是京城炙手可热的新贵。我爹让我速速回府商议婚事，认为我和楚林渊之间还有转圜之机。我几乎要冷笑出声。我爹这见风使舵、唯利是图的性子，真是数年如一日，未曾更改。我略略抬头，
那些被我冷落的黑字异常活跃。啊，男主终于回来了，接下来就是男女主的甜甜日常了，好期待。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打脸女配的剧情了。楚林渊这个渣男还有脸回来？女配宝宝快跑吧，他早就和柳如烟成亲了，别妄想他会十里红妆娶你了。笑死了，女配不会还以为自己香饽饽呢？人家楚将军现在真爱在怀，谁还记得你这过气未婚妻啊？我挑了挑眉，没想到这些神奇黑字竟然有不少是帮我说话的。楚林渊和他们口中的原女主柳如烟成亲了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而我早就不是从前那个只能靠黑字预知才能艰难求存的沈清怀了。楚林渊如今在我眼里与路人无异。我提笔正准备回信断了我爹的痴心妄想，却听见丫鬟来报：小姐，楚林渊将军来了道观，点名要见小姐。我搁下笔，心中有些惊愕。我万万没想到，楚林渊回京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来找我，但也正好做个彻底了断。我依旧是一身素净衣裙，未施粉黛，去了待客的净室。楚林渊负手立于窗前，一身簇新的武将长服，衬得他身子挺拔如松，确实比1年前多了几分沉稳和锐气。只是那眉眼间的算计似乎也更深了。他转过身看到我，眼中瞬间掠过一丝极为复杂的情绪。清怀，他开口，声音刻意放得低沉温柔，带着几分沙哑。我回来了。我脸认行礼，语气极尽疏离客气。小道见过楚将军，将军凯旋，恭喜。我的冷淡似乎在他意料之中。他上前一步，神情愈发痛惜。清怀，你可是还在怪我？怪我当初不得已离你而去？怪我未能守住婚约？楚林渊目光灼灼地看着我，这半年来我在边关听闻你为我做的一切，心灰意冷来到这道观清修，为我祈福。我心中冷笑，面上恭敬谦逊。将军言重了，这是小道自己的选择，与将军无关，不必挂怀。怎能无关？楚林渊语气激动起来，又逼近一步，几乎要将我拢在怀中。清怀，我今日来就是要告诉你，当初退婚非我本意。我去边关，实则是与陛下合演的一出戏。他款款说出我早已知道的真相，眼中满是真诚的愧疚。如今功成归来，我第一个想来见的就是你。清怀，我心中所属始终是你。我愿3媒6聘，风风光光迎你过门。若我没有那些黑字预警，若我还是从前的沈清怀，此刻怕是早已被他这番肺腑之言感动得无以复加。我轻轻开口，声音不大，却像一盆冷水泼在了他脸上。将军莫要说笑，世人皆知将军已有妻室，如今又3媒6聘向小道提亲，百元配发期至于何地？楚林渊脸色微变，显然没料到我知道的这么快。他迅速调整表情，露出一副不得已的苦衷模样。清怀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和嫣儿只是权宜之计。他在燕王府中助我良多，当时情势所迫，我为了接近燕王，只能娶嫣儿为妻，这是最快的办法。但只是假成亲，做给外人看的。他眼珠乱转，声音骤然低了下去。只是后来有一次我酒后失态，不得已就……楚林渊抬起头，终于说出了真实目的。所以清怀，我不能休弃他，但我对你的心，天地可见。我愿以平妻之礼迎你入府，但……他话锋一转，施施然道：毕竟我娶嫣儿在先，你在后，你入门后虽不分大小，但还是要叫嫣儿姐姐。呵，图穷匕现，好一个酒后失态，好一个不得已，好一个平妻之礼。他既要借柳氏的身份助自己查案立功，又舍不得我如今深情坚贞带来的好名声。他想左拥右抱，享齐人之福，还说得如此冠冕堂皇，仿佛是对我天大的恩赐。我褪去了脸上的平静，只剩下嘲讽和决绝。楚将军，你的厚爱，我沈清怀受不起。楚林渊脸上的表情瞬间僵住，似乎完全没料到我会是这般反应。我神情嘲讽，最终按捺不住自己心中的怒火。平妻，我沈清怀何时沦落到需要与人共享一个朝秦暮楚、言行不一的夫君了？楚林渊猛地睁大眼睛，我不给他开口的机会，
继续道：将军既已娶妻，便该与你夫人举案齐眉，而非再次对着前未婚妻大诉衷肠，许什么平妻之诺，真是令人不齿。沈清怀，你……楚林渊彻底恼羞成怒，脸上青红交错，大步上前，狠狠攥住我的手腕。你别不识抬举，我念就请。我猛地用空手扇在他的脸上，打断了他的话。什么狗屁旧情，楚林渊，你我之间，早在你退婚的那一刻，就已经恩断义绝。我沈清怀，宁愿一辈子青灯古佛，也绝不与人共侍一夫。我再也不掩饰脸上的嫌恶，冷冷地道：尤其是你这种男人。沈清怀，楚林渊何时受过这等委屈，又被我扇了一个耳光，当场暴怒。我愿意娶你，是你的福气，别不识好歹。像你这种被退了婚的女人，除了我，谁还会要你？净室的动静闹得太大，已经有女官围过来查看状况。我见势不妙，眼中立马沁出了眼泪。被退婚又如何？我沈清怀清清白白做人，从来没有对不起任何人。你若非要逼凌于我，我情愿一头撞死在这儿。我猛地挣脱他的桎梏，转身向旁边的立柱撞去。意料中的尖锐疼痛没有到来，反而撞进了一个带着冷冽松香气息的胸膛。身前的男人闷哼一声，抬头一看，竟然是萧其年。他不知何时来到了净室之外，看看距离，竟然是直接从轮椅上飞身而来，就吓了我。他面色阴沉如水，一双深邃眼眸中翻滚着骇人的风暴。萧其年的目光冰冷地越过我，看向身后一脸惊愕的楚林渊，声音不高，却带着碾碎一切的威压。楚将军，本王的王妃，也是你能威逼的？楚林渊被萧其年的这句本王的王妃震得僵在原地，脸色煞白。方才的怒气与羞恼瞬间被惊惧取代，我却连忙从他身上起来，跪在地上，顺势就要磕头，小到冒犯了王爷。额头被一只宽厚的大手抵住，熟悉的冰冷声音响起，却更多了几分柔和。不必。伤着哪里没有？我愣愣抬头，一颗泪珠挂在眼角，嗫嚅着否认。粗糙的指腹拭去了眼角的水渍，他命心腹进来，将自己扶到轮椅上。经过这么近3个月的治疗，他的腿不再是刚来时那般僵硬无力，在别人的搀扶下，已经可以走2步了。他一眼都没看楚林渊，只是对我淡淡道：本王在此坐镇，若有闲杂人等骚扰到中女官，直接命人打出去即可，更别说是靖王妃。他特地加重了闲杂人等，简直是没把楚林渊这个京城新贵放眼里。是，清怀明白。我低声应道，心中却飞速盘算，楚林渊今日受此大辱，定不会善罢甘休。萧其年此举虽是维护了我，却也直接将我推到了风口浪尖。果不其然，接下来的几日里，京城流言蜚语更甚。有羡慕我飞上枝头的，有比我狐媚惑人、攀附权贵的，更有楚林渊和他妻子散播的，说我嫌贫爱富，早已与靖王暗通款曲的。我爹又写了一封家书给我，让我好好抓住萧其年这根高枝，连带着全家鸡犬升天。但他这个念想，怕是要落空了。江南突发大疫，玄清道长不日便要南下，他已经问过我，愿不愿意随他南下救人。而现在，我该给他答复了。道长，小道愿随您去江南。我收拾好东西，找到玄清道长，表明了自己的意愿。他看向我，接触到我通透明亮的目光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丫头，想通了，不留在京城，做你的靖王妃了。我摇了摇头，原本是犹豫的，但想起靖王府侍卫昨夜里送上来的那封信，我便坚定了自己的心。我一直在等萧其年名正言顺为我求来赐婚圣旨，却没想到夸赞我们沈家重情重义的皇帝，依旧嫌弃我的出身低，绯闻缠身，名声有瑕，配不上他这位骁勇善战、保家卫国的战神儿子。因此皇帝对萧其年明言，只允侧妃之位，已是看他对我一往情深的份上。而信笺中的最后几句，更是浇灭了我心中最后一丝犹疑的温存。萧其年说，他念我情深，侍奉也算尽心，且医术高明，待我日后为他诞下长子，延续血脉，他定向陛下请旨，赐我王妃之位。字字句句清晰无比，那凌厉如刀的字迹，
刀刀割在我心上。原来他也赞同皇帝的看法，甚至认为我只是个淡玉子嗣才能换取恩赐的物件。他或许对我有情，却也不过是因为我侍奉尽心，于他有益。他甚至觉得许我一个生子后扶正的承诺，已是天大的恩典，我该感恩戴德，安心用肚子为自己换来名分。我算是看透了，萧齐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与楚林渊并无本质区别。我顺手将改出来的最后一版药方放在蜡烛上，眼睁睁看着它化为灰烬。这原本是我用来换取王妃之位的最后一张底牌。用了这个改良版药方，萧齐年恢复如初的概率大大增加。但如今用不上了，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跟着唯一真心待我的玄清道长南下。我没有留下任何书信给萧齐年，就连他那张信笺也没有回信。临行之前，我路过靖王别院，这里曾是我精心谋划想要攀附的高枝，如今看来不过是一个华丽的牢笼。我在心底冷冷一笑，萧齐年，你的侧妃之位留给其他女人吧，我沈清怀不伺候了。马车颠簸，窗外是不断后退的官道和田野。玄清道长看着我平静的侧脸，缓缓道：舍得。我转头看他，笑容轻松而明亮，舍了囚笼，得的却是海阔天空，有何不舍？江南瘟疫固然危险，但那里没有算计我的父亲，没有虚伪的前未婚夫，更没有将我视为玩物和生育工具的靖王，只有需要救助的生命和等待我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。我的医术，我的智慧，将不再用于后宅争斗和取悦男人，而是真真正正用于掌握我自己的命运。前路未知，但我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与期待。沈清怀的故事从来不该困于宅院方寸之间。天地之大，我自凭本事去闯。后记，等江南瘟疫彻底解决，已经是半年后。我已经正式拜了玄清道长为师。皇帝为了表彰师傅，封了师傅做护国真人，就连我也得了个县主的封号。面对眼前象征荣华富贵的圣旨，我却只是淡淡一笑，并不怎么在意。而随着圣旨一起来的，还有京城的消息。楚林渊揭发燕王通敌叛国有功，本来能青云直上，却不成想被人发现藏匿燕王府财物，价值近100万两。皇帝震怒，直接将他贬为庶人，再次抄家流放。只是这次是真的流放边关了。还有靖王，他的腿看似是好了，但其实隐患颇多。而这件事很不凑巧被他最大的竞争对手楚王知道了。一场秋狩后，靖王再次伤了腿，彻底成了跛子。皇帝对此失望不已，最终只能责令靖王出京就藩。一切都正好如我所愿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